好，今天是2022年5月6日，我们继续来预测特斯拉的股价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939.21，收盘价是873.28，盘中最高是在945.6，最低是到达了857.7。那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的负值是达到了8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3083.97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3 倍，量增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开口变小，并且这个快线的方向是转折向下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转折向下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下行，那我们会看到下方出现了略长的红柱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维持现有的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那5月5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，它是一个下跌的 K 线。那它的特征是实体部分的涨幅要在 4.5% 以上，留有下影线，但是呢，下影线的长度不超过实体部分的涨幅。那这样的 K 线可以出现在 K 线图的任何位置。就这个单一 K 线而言它是空方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解读一下5月5日当日的这个含下影线的长红 K 线。首先说它的位置是在一个盘整向上突破的回档中。我们看到收盘是跌破了前一日的最低，并且呢，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它是一个强势的回档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下跌。那这样的信息也说明股价呢有可能会继续下跌。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信息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长红的下跌 K 线在下方遇到了支撑，那它没有跌破这个年线，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支撑位。那通常这样的 K 线如果是收盘没有跌破重要的支撑呢，并且留有相对较长的下影线呢，那说明在当日是有多单进场的。那也就是说，在次日要看这个股价是否会有止跌的现象，或者说是回升。好，以上呢是单一 K 线的解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在5月5日生成的这个 K 线它跌破了我们定义的上方，这是1000，下方在这地方是885的这样的一个盘整区。那这样一来我们要把这个盘整区恢复到下沿，恢复到848。那现在我们去除这样的这条水平线。好的，好，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呢依然在这个848到1000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呢，运行。那我们再定义一个水平线，对，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定义在这个5月5日的最高，也就是945这个位置。那这条水平线呢，它是一个标志，
当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股价在1000到848之间进行盘整的话，如果股价能够站上945啊，那么这个股价将会出现一个盘整向上。那945呢，也是一个重要压力位。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长红的下跌的 K 线。如果要吃掉这样的一个长红的下跌的 K 线呢，需要有相当大的多方的力量。好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，那么股价的趋势。好，那我们说，如果股价站上这个945啊，在盘整区内才会出现上涨。那我们再画2个辅助线，我们大家来看看目前的趋势。那我们会看到呢，上方是在4月29日的这个最高，和我们会看到5月4日的这个最高，这是一个头高。我们再定一个下方的底高，也就是4月28日的最低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定义在这个5月2日的最低，也就是848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会看到啊，这是一个头高、底高的一个多头架构的一个趋势。那5月5日出现的这样一个下跌的 K 线啊，实际上是一个多头趋势的一个回档。那并且这个回档啊，是一个强势的回档，它跌破了这个底高的趋势线。但是呢，它并没有跌破前面的这个最低，也就是848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说在股价回档之后，如果在日后能够再站上，在不跌破848的前提下，如果再能站上这个红 K 的最高是945，那这样一来就可以确认这个多头的趋势。对。那后续呢，有可能会出现上涨。好。那么下方如果说下方跌破了前低848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多头啊将会被瓦解。所以这个多头的趋势啊，辅助线我们暂时保留，我们用作日后的一个观察。好，所以目前我们认为啊，这个股价如果能够继续在这个上方的1000和下方的848之间运行，它将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多头的架构，或者说是继续进行盘整。当然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，如果跌破了848，甚至是下方的这个821，也就是4月28日的这个最低，那么这个股价的趋势呢，将会转为一个空头的趋势。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有头低7号的下行趋势线，那下方我们会看到，如果再次出现新低，就会和4月28日的这个低点出现底低的一个下行趋势线。对，所以如果跌破了821呢，可能这个股价会继续维持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。好，这是盘整和下行。那我们再看看上行。那对于股价的上行，我们刚才讲了，目前对首要的目标是站上945，然后再站上上方的这个1000，那这样一来，股价才能够出现一个多头上涨的一个趋势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对后续股价盘整、下行和上行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操作层面。操作层面，我们认为目前没有技术上的做多的进场点。
好，那我们再来看5月6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说压力位，首先到来的是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区域。我们测算啊，这个5日均线值是在900到909之间，然后10日均线值是在900到905之间，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压力区间，是在900到909之间，这是第一个压力。好，那接下来一个压力，我们会看到再向上会碰到当日新生成的60日均线值，是在930附近。然后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前高，这个水平线是945。再向上，我们会看到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951到953之间，这也是一个压力区间。然后再向上，对，我们会看到是前高，也就是5月4日的最高是955，对，在这个位置。当然再向上我们会看到是120日均线值是在974附近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位。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，也就是857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当然再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是当日新生成的年线值是在853附近。那再向下我们会看到是848，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，就是2号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是在834，然后当然再向下是这个821。好，通过这样一个压力位和支撑位的这个分析啊，我们会看到在上方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有一个强压，在下方前低，也就是857到下方的848，这有一个强支撑。所以依据以上的这些分析啊，我们给出今天股价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2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。那么在这个反弹当中啊，我们预测是2个可能，一个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反弹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它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65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会到达929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910附近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出现一个反弹的上涨的绿 K 线，那么反弹的第2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会有一个强势的反弹。如果是强势的反弹呢，会在更高的一个位置生成一个绿 K。那么它应该当然也是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895这个位置，然后最高会到达968，收盘会收在955附近。好，这是第1个可能。那第2个可能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止跌的变盘信号 K 线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应该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测试到845，收盘会收在865附近，盘中最高会到达895这个位置，对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变盘止跌变盘的信号 K 线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6日走势的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